这家店的名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富贵鸡辣子坤火锅。这一路走过来，感觉这边什么都好吃啊，感觉比那种夜市的专业多了，看着非常香啊。想当年在中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经常来户部这边吃东西啊。哪年啊？哪年啊？就前几年啊，2077年是吧？这不行啊，看到24这才3啊，现在都到多少了？都到10几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今天抓了3个壮丁啊，这是新朋友 Mate 80 Pro 华为的，是一个9030的处理器，用这台是12G 的版本。电池呢是5750，然后配上了一个6.75英寸的屏幕。哦，那你续航应该很好吧？哎呀，不见得吧，5750、啊，这是2026年的手机该有的配置吗？啊，这不是2025年吗？哦，对，记错了，来该你了。感觉这个小老弟华为很一般啊，对自己的市场很自信，搞个5700毫安时的电池闹麻了。我们荣耀现在都有1万毫安时的手机了啊，我这台呢是荣耀 Magic 8 Pro， 7200的电池，骁龙8亿5的处理器啊，应该能干爆这个华为吧？应该这么没底气吗？因为上次测出来它的市场显示不是特别好啊。没事，他战爆华为，我战爆荣耀，好吧？小米17 Pro Max 7500的电池。哎，怎么又来了呢？那没办法呀，就这么多了。17 Ultra 定位太高了，等80 Pro Max 一起比吧。啊，这样子啊，合着我被左右夹击呗？那不然呢？这5750，这是2025年的手机吗？这是新品发布的时候，应该是2026年了。OK。那么下装的设置流程，我们打在中屏的某个地方了。大家喜欢我们视频，不要忘记一键30加关注。那我们接下来准备去吃饭了，立场看一下 B 站46帧视频。我们已经开始看视频了。这台手机现在亮度中间的华为是最低的。不意外好吧，电池最小，今天这个调度低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主要这个想尽办法在这偷呢。哎，好了，这谁遥遥领先啊？是荣耀吗？荣耀的亮度遥遥领先啊。哎呀，我们才是正统啊！我们已经看完20分钟的 B 站视频了，期间一直是华为的，一直是荣耀的亮度遥遥领先啊。对。然后华为的亮度呢是最暗的，比那个小米还要稍微暗淡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王者荣耀5v5，三台手机呢都是120帧加自力最高的画质啊。你为什么矮一截啊？啊，华为高尖啊，给我戴高帽呢这个人。我们现在已经进游戏了，来看一下亮度。亮度从右至左依次递减，还是荣耀最亮，然后华为中间。你笑什么？你小米是最暗的。我刚刚抬起来挺亮的，现在变暗了。那我们把亮度统一一下吧。这游戏过程中啊，发现我这个华为的声音居然最大的呀，这个都是50%的音量，但是明显要比两边声要大得多呀。那谁最小呢？谁最小啊？所以我的小米往上提高了2折，就听得差不多了。华为也降了1折。第一把王者荣耀打了15分钟啊，三台手机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我这个华为呢，除了高性能模式之外，就没有任何可以加重游戏负载的一个这个功能了呀。那我们就晚点去别的地方再打王者荣耀吧。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测信号。我们刚刚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视频了，现在先来看一下电量。左边的小米跟右边的荣耀都是90的电，中间的华为多一点，91。我们三台手机都已经开过了自动亮度，我感觉是左边的小米要稍微暗一点。华为呢，它是调用了原相机啊，我们拍的是720p 30帧的视频，它默认的规格呢是1080p 30帧。我们先来发送吧。点。哦，小米跟华为没有导出。OK， 小米发完了。OK， 第二个是华为，然后最后荣耀还没导出。啊，发的非常快啊！发的很快。我们先来看一下3个视频的文件大小啊，中间的华为是90兆，小米是12兆，最小的是这个荣耀的，只有8兆。但它导出的是最慢的，但是发还是挺快的。我们现在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来刷抖音啊，先慢刷。慢刷没什么问题啊，加速，感觉也还行，最快速度吧。快速度我感觉是中间的华为最流畅啊。对。华为，你再点个赞，我看看。还是会有一点延迟，还是会有延迟。小米就很丝滑。这是你卡呀。我们先用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来刷抖音啊，先慢刷。慢刷感觉都没什么问题啊，我们加快速度吧。感觉小米有些卡顿的情况。它有加载。另外2台还可以啊，那我们再加快速度吧。最快。好像小米是差一点啊。小米跟荣耀都会差一点。我们现在准备来刷美团，我们刚刚又开关了一下自动亮度，感觉是这个小米会稍微暗一点啊。现在是华为最亮了，这个荣耀也还挺亮的吧？那小米怎么就一直就这么暗呢？不然它对着光的时候挺亮的。现在不是对着光，是对着什么呢？现在天有点阴嘛，没那么亮，所以它也没那么亮。好，牛逼。那我们现在来快刷一下美团，看看有没有什么加载方面的问题吧。
感觉华为就会在最底下卡时间比较久啊。对，别问就是没有适配好啊。就是没有这种白色的加载啊。我们用他们默认浏览器下载一个1.2G 的游戏安装包啊，现在看上去是华为最快哦。他们上面显示速度都是12兆左右啊，好像谁都没有被谁吸干呢。势均力敌的感觉啊。整体下载进程还是华为多一点点。在这里两台安卓都是显示的是5G 型号，华为显示的5A 啊，感觉这个5A 是不是会强一点啊？那要不然它还能显示什么呢？它显示5G 啊。这真是谁也不让谁啊，从头到尾都是这么一个差距啊。小米第一个下完了，小米秒了，也没秒吧？华为第二个下完了，它又快了5秒钟，怎么就秒了？啊，最后是荣耀，差不多。现在是中午的11点27分，我这小米显示用了1小时24分钟，但是我刚刚进去看了一下，它好像没有记桌面的时间啊。那我们最后总结的时候就加了什么10分钟左右的桌面时间吧。它现在还有82的电，华为还有79的电。荣耀还有83的电啊！不是，凭什么你以你的小米为准啊？我觉得应该是我的荣耀续航更屌。我7500肯定最屌，好吧？1500有什么用啊？肯定把你爆杀。我7200也不差，我觉得应该是我坚持到最后啊。我们接下来准备照着地图步行导航去某人吃甜品的地方了。谁啊？你要吃吗？一起吃，一起吃。我不吃。还是导航。我们刚刚过了个圆盘啊，过程中呢都是小米的实时位置比较准啊，华为跟荣耀都是一样的。不愧一家人啊！现在我们定下了，也只有小米的位置是准的，其他2台都还在圆盘那个边边啊，我们已经离那个圆盘有一定的距离了。现在导航呢是让我们往右边走啊，哎，我们一不小心走错了，我们往左边走，看看3台手机会怎么给我们规划啊。我们往左边走了几步啊，华为跟荣耀呢实时位置都变对了，但是我的荣耀率先规划了路线。这么屌吗？完了，小米没有规划，小米的优势没有了。这波属于背刺长辈了啊！你是什么长辈啊？你是什么长辈？他出的比你早，你什么长辈啊你？好，往前走了就5米，我的小米也重新规划了。啊，然而此时呢，长辈没规划是吧？规划了，在哪才规划的啊？我们刚刚右转了一下，我这个华为的实时位置呢，动起来的时候是正确的，停下来之后呢，就到马路对面去了。另外2台这个荣耀跟小米呢是没有变化的呀，一直都在马路对面啊，实时位置都是错的。还得是小米啊，走了又5米，重新规划路线了。哎，位置也非常准，就在我这儿。牛逼牛逼！没有变化呀，我这个华为跟荣耀。他们滚啊！走啊！站着干嘛呀？想吃橘子是吧？还走啊，私奔了。往前走了10来米啊，我这个华为给我规划了一个新的实时位置啊，是正确的，在这个路上面了。然后路线也给我规划了。我的荣耀刚刚往前走的时候，它实时位置对的，现在停下来，它又到对面去了，并且也没有给我规划，那我就滚了。很有自知之明啊。我往前走了好长一截了，但是我荣耀实时位置不对，并且也没有规划，那就这样吧，不拖累大家进度了，我们一起走吧。我们现在走的比较靠路的里边啊，我的荣耀现在实时位置是对的，但是依然是只有它没有给我规划新的路线啊。我们华为和小米规划的路线都在马路上呀，但是我们看一下，他们实时位置挺准的，都在靠近店面的这一侧。那么此时，我也对的，我只是没有规划而已啊，荣耀还可以。我们现在在靠道路外侧行走啊，我的荣耀这路线了，它定位又回到对面去了。我的华为呢，走起来的时候实时位置是正确的，但停下来之后又回到这个规划的路线上面了。只有我的小米最屌，一直是对的。我们刚刚又做了一个路口啊，小米和华为真牛逼，马上就重新规划路线了。我觉得我的荣耀也还行吧，没有规划路线啊，并且实时位置也是错的。那停在哪儿啊？那你别管，反正就很棒。我们这一届路营走完了，有好几百米啊，我的荣耀呢实时位置不对，并且也没有给我规划路线啊，总之就是非常棒了。然后现在还在虚空行走啊，它已经走到马路对面去了。OK， 小米刚刚是322米，现在只320米，基本没有虚空行走。OK。我以为小米最差，结果我这个华为怎么开始虚空行走了呀？刚才301米，现在走到249、247了。厉害。我的华为呢还是老传统啊，就是走的时候呢，这个实时位置是正确的，一停下来之后就回到这个规划路线上面了。我的小米实时位置也差不多，就现在的位置稍微有一点点不准。那个华为已经快走线下那些路都要走完了，对178米，然后荣耀是208，小米是320，差了有150米了。你这不是50步笑100步吗？就你们俩比烂吧。反正比华为好就行了，我们荣耀就是最棒的。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马路啊，因为之前荣耀出现了虚空行走的问题，位置偏移很多，所以因祸得福啊，他给我规划路线，但是呢规划的不是很智能啊，他让我到对面去走。我这个华为跟荣耀一样，这个时候又跟它一个战线了，也是规划到了对面这个路线上面啊。我们小米刚刚过红绿灯前不虚空行走，现在开始走了。我们都上去调理一下吧。这个调理果然还是有效的，一上来之后这个华为实时位置就对了呀。
荣耀没有变化，它实时位置本来是对的，并且没有规划啊。我小米让它走起来是对的，现在又错了，又得往前走了，好像。哦 ，OK。哎，走起来之后实时位置也是对的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啊。荣耀对的呀，小米说话。走起来也是对的，我们小米。我们导航了35分钟，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整个导航过程呢，我这个荣耀就一开始跟最后的一节啊，它的实时位置还比较准确，但是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实时位置不对，并且规划路线也不积极，甚至还出现了虚空行走的问题啊。总之就是拉完了，但是亮度还可以。我这个华为呢，就是刚开始的表现跟小米是一样的呀，到后半段呢跟荣耀比较类似，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剧烈的这个虚空行走的问题啊。没有想到，好吧？而且这个亮度确实是没有荣耀这么高的啊，小米整体表现都非常的不错，但是最后稍微虚空行走了一点，比他们好一点稍微。是的，现在是中午的12点05分，我们用了2小时3分钟手机了，现在小米还有73的电，华为还有69的电，荣耀还有74的电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厕所测一下信号啊。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到厕所了，3台手机都打开了环境色呀，感觉都不是特别明显啊。我们也开用了自动亮度，现在是对面的荣耀稍微亮一点，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吧。点。小米治了。我这个荣耀上面也是显示的没有网络啊，4G 零格。只有华为打通了，而且它信号最多。那我们荣耀和小米再重试一下吧。哦，荣耀通了。通了，就剩小米了。小米通了。啊，小米也通了。我们现在进入到微信了，来同时发送一个表情。点。华为最快，又其是小米。次是荣耀，小米还在加载。小米既没发出，也没收到。哦，连接不到服务器了。但是另外2台手机收到小米发出来的。哦，终于收到很了。慢啊！我们已经进入到微博挺久了，第一个出来的是右边的荣耀啊，然后是小米，现在反而是中间的华为没有信号了，重新加载。也没有反应啊，点了没反应。那我就小米跟荣耀比一下吧。有了，同时来。送。小米最快，然后是荣耀，哦，然后是华为，荣耀还在，哦，荣耀好了。再来原站的，小米确实快，然后华为，然后荣耀。我们现在进入到了抖音啊，华为还在加载，另外2台呢都是加载出来新的，但是它这个新的呢也是一片漆黑啊，小米有画面，但是也动不了，勉强能看一些图片。对，很模糊。他们还是偶尔能加载出来一些新东西啊。我们点个评论区看看吧。也就这么回事儿了吧。都不太行啊，那我们接下来换电信卡吧。现在还是小米的屏幕会亮一点啊，直接用电信卡打电话。点。哦，都很快通了。现在我们在微信里面同时发送3个表情啊。点。啊，都很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微博的同城了，3台手机都刷出来新的，我们现在同时刷新一下吧。送。中间的华为最快。对，然后是荣耀，最后是小米啊，再来一次吧。送。哦，现在是荣耀最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抖音了，3台手机都刷出来了新的内容，我们来刷一下吧。3台手机都是能断断续续刷出一点东西的，但是小米还是会稍微对，小米差一点，小米加载中了。是的。我们找个评论区看一下吧。点。啊，荣耀最快，其次华为，小米确实是最慢的。那么在这个厕所呢，联通卡的信号呢是华为最好，小米呢比较差，它一开始那个电话跟发送微信都特别慢。电信的话呢，也是小米的综合表现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他们3个的整体电信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我们已经到地下车库了，准备来扫一下二维码，微信来1米3、2、1走。啊，差不太多吧。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来走。他拉屎了，拉着还走了，刚才没拉够，都不行啊，走吧。哦，小米跟华为扫出来了。荣耀到了这个位置依然没有扫出来啊，它其实放的挺大了。OK， 扫出来了 ，OK， 那就是差不多，但荣耀会稍微慢一点啊。是的。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墙上二维码，微信1米走。但这个地方其实是比之前亮一点哦，华为识别的会比较慢一点啊。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了，来吧。还是中间的华为会稍微慢一点啊。现在我们准备坐地铁去恰同学少年广场拍照了，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刷一下信息流，先从抖音开始吧。我大概已经知道你的审美是什么样子了。什么样子？说一下。何以为？停之好吗？每次一到这个地铁，这个电梯里面就要你开始录我了。
你是不是想闻一些奇怪的味道？想问事故多发地总得留个监控吧？已经刷了10分钟抖音了，再看看小红书啊，有什么区别吗？有区别啊！我这是图文呢。逼了，朋友们，逼了！你看逼了，你怎么就跟我坐一块儿呢？刷了10分钟小红书了，现在又换淘宝了。这谁给我点的这些东西啊？谁给你点的？谁还能给你点啊？这什么怎么全是这种东西啊？你说呢？是不是他们俩偷偷拿我手机看的？他们俩拿你手机看的，你手机不在你手里啊？我们已经刷完30分钟信息流了，然后现在在等下一班地铁的列车，又想说高铁了。然后我们现在来打微信视频通话，我们就打15分钟吧。我们出去再看一下他们的效果啊。我们从地铁出来了，现在来看一下3台手机这个效果啊。首先中间这个华为好暗啊，你拉满了吗？你的亮度？我们现在是冲着太阳的。几乎是拉满。那你拉满吧，确实要暗一点。现在最亮的应该是左边的这个小米，不好意思。然后呢，荣耀是整体，它其实过程中是挺亮的，它刚刚出来可能这个亮度会稍微低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效果，首先可以看到就是荣耀的这个视野范围是最广的，然后呢，其他2台是差不太多的，然后中间的华为其实是有一点糊的，而且它整个感觉对比度会比较高一点啊。小米的这个呢，就感觉人还挺亮的。哎，中间这个华为好像还没有做镜像哎。好像是的。然后小米这一次大家看一下，就没有那种很丑的感觉了，没有那种麻麻赖赖的感觉了。它这个默认的美颜感觉还挺明显的。荣耀这边就显得画面特别的假，我只能说有点黄感觉，太黄太红了，这个整个画面感觉饱和度特别高啊，但是它视野范围是最广的啊。后置的话，那就是中间的华为视野是最窄的，其他2台差不太多吧。这个效果的话，其实感觉荣耀会好一点啊，它整个画面感觉要清晰一点。小米这边就感觉加了一层什么美颜磨皮之类的吧。华为还是感觉对比度比较高啊。你要说真实的话，我觉得也是这个荣耀会比较真实一点啊。我们打完了15分钟微信视频通话之后，我的荣耀还有63的电，我的华为还有56的电。小米是61啊，现在是下午的1点24分，用了3小时1分钟的手机了。那我们差不多也到这个恰东园沙田广场了，等会儿就拍照拍视频吧。好的，我们要开始录像了，拍他们2个。3台手机呢，全都是支持4K 60帧的啊。华为是可以在录像的时候调颜色的，所以呢，我们是看了一下，把它调成了原色啊，原色，其他2台都是不能调的。我们就先从超广角开始拍吧。我先试一下小米啊，它是整个视角最窄的，因为它超广角只有0.7倍。好，我现在开始拖，0.7到1就拖得很慢。OK， 1倍切了。好，它下一个焦段要到5倍了。OK， 它也切了。它最高是15倍，这是它15倍的效果啊，大家看一下啊。好，现在回到1倍。接下来是中间的华为，开始拖。OK， 到1倍切了。接下来是要到4倍了 ，OK 也切了，感觉华为这个美颜有点明显啊，它最高是20倍，我们来看一下20倍的效果啊，20倍大概就这个样子 ，OK 画面有一点点抽搐啊。最后看一下荣耀，它显示0.5倍啊，确实挺广的，开始拖，哎好，它也切了，到3.7 ，OK 它也切了，但是我感觉它主摄跟长焦这个颜色显得有点艳了。OK， 它最远是15倍，哎呦，好艳丽啊！现在我用1倍向他们走过去啊。我从取景器内来看，最接近真实效果的是小米啊。好，我现在走向它，华为就显得有一点美颜明显啊。OK， 我现在再转一下，走着转，大家看一下这个防抖吧。现在会有一点点太阳，应该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眩光啊，好像有点不太明显的样子。哎，华为这个拍出来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不太真实啊。现在我离远一点啊，向他们跑过去，再看一下防抖。OK， 现在我开始快速转圈。小米这个颜色会变啊，感觉有一点浓郁了，对到他们脸的时候啊。OK， 这就是跑着转的效果了。我再拍拍你吧，拍2分半钟。现在从这个取景框来看的话，还是小米会稍微准一点啊，华为这个就显得有点暗了，整个的颜色是显得有点褪色的。它这个绿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亮度的，不像华为这个就显得是那种黄色的感觉啊。人的肤色我觉得拍出来是华为最好看，但是你要说最真实的话，我觉得还是小米啊，但小米也没有那么真实啊。
好了，我现在来做3台手机的前置视频录像啊，3台手机的最高规格呢都是4K 60帧。首先我从这个屏幕上看，现在亮度是小米非常的暗啊，反倒是中间的华为呢，现在亮度非常可观啊，看着很舒服。荣耀也挺暗的，而且它这个风格呢，看着人蜡黄的，说实话有点丑了。然后中间的这个华为呢，说实话看着还挺好看的，显得比较自然，对，比较自然，但其实不太真实啊。对，小米这个就更不真实了，它的美颜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拍起来比较好看啊。我会比较喜欢小米这个，毕竟好看才是第一的啊。我喜欢华为这个，显得比较自然啊。然后我拍照的时候呢，右边的这个荣耀是自动切到0.8倍，另外2台都是1倍啊。哎，把华为的这个变道吧，它可以变成广的，华为可以切成广角，那它就比较广了。你走一下吧。好，我现在往前跑一下，大家看一下防抖啊。你看，它还跳了，它跳江了感觉。好了，现在我再稍微转一下圈啊，是有一点光的，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眩光啊？有没有啊？我目前没看到，感觉好像没有啊。好，我们录1分钟。我们现在准备用他们的前置的人像模式来自拍一张啊。现在3台手机全都自动的切到了超广角，感觉他们的取景范围是中间的华为是最广的，其他2台就差不太多了。OK， 这是一张逆光的，华为是比较自然一点了，但是人像模式嘛，大家觉得谁好看就选谁吧。好的，现在是他们人像模式的前置的顺光啊，我们把3台手机切换到了前置的拍照模式，我们再来拍一张，3、2、1，这个小米的美颜还会变呢。现在是前置拍照模式的逆光啊，来吧，你们会选谁啊？我选华为吧。但我感觉怎么我这个是小米，把我的嘴唇这么红呢？因为它美颜啊。好性感啊！现在我们准备用他们的后置的人像来拍他们2个。小米这边是1倍、2倍和5倍，虽然中间这个2倍啊，它是可以再点一下切的，但是它毕竟就是那一颗主摄才切嘛，那就算了啊，我们就用1倍、2倍和5倍了，给它切回来。华为呢，我们就用1倍、2倍和5.6倍吧。荣耀我们就用1倍、2倍和5.9倍了。小米这边是大师人像模式，华为这边还是原色，其他都是默认的。来吧，现在是一个逆光的环境，我从取景器上来看的话，就只能够从华为的取景器里面看到比较明显的太阳和影子啊。荣耀这边就是用的雅固生动了。好，然后是2倍，华为这个红枫还是有点东西的，整体的画面看上去会比较自然啊。而且取景器的体验是3台手机里面最好的，在这个逆光的情况下，我先用他们5点几倍这个焦段啊，在这个逆光的情况下，华为这个取景框显得有点假了啊。荣耀就还是那个样子嘛。那我现在顺光再来一组，小米这个还是好蓝啊。现在取景框，华为这个是接近真实荣耀就好亮啊，这个取景器，荣耀这个就有点假亮的感觉，华为这个就显得光影层次什么的还比较自然一点，包括颜色啊。但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真实啊，因为我感觉它的对比度是有点高的。然后这个小米也是挺难的。好，接下来一张是2倍，我截了一张荣耀的这个取景框啊，然后我再截一张华为的取景框，好，再截一张小米的，大家看一下它们成片和取景框的区别啊。长焦的这一张我还是拍它，华为这个确实感觉对比度好高啊，而且它衣服有点变紫了，小米这个就美的有点太过分了，它皮肤变得超好，你知道吗？就吹弹可破的那种。难道现在不是这样吗？那你去破一破吧。现在我们准备用他们的后置镜头来拍照了，还是先拍人啊，拍他们2个。现在荣耀我们就切到自然了，华为我们还是用的原色，小米我们就切到徕卡经典了。那超广角毫无疑问最差的就是这个小米了，徕卡经典，好的，它只有17毫米，华为是13毫米，哎，也挺广的。荣耀是最广的12毫，超广角的话，华为的这个取景框还是效果比较好一点。这一组是个顺光的，华为的取景框还是不错的。就算是这个徕卡经典，我感觉好像也不怎么好看呀，取景框感觉效果也挺差的。华为这个显得很自然，但其实没有那么真实啊，它对比度还是蛮高的。现在就是2倍了，你们2个能不能开心一点啊？太晒了，只有你太晒了吧？接下来是他们的长焦原生焦段会有一点区别，我就拍一个人了，我就拍我们的。它现在有点不像德晒了，怎么办呢？往走远呢。好，华为这个取景框在这3台里面，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比较的自然，但是呢，它的对比度真的好高啊！哎，它成片在这个屏幕上看，确实也显得对比度好高哎。就它那个衣服上的太阳的那个光泽感觉没有了。好，我们现在在逆光来一张啊，我们看一下逆光之王啊。这3台你要我选取景框的话，那肯定还是华为了，虽然它对比度比较高吧。荣耀这个颜色就感觉还是有点到处乱飘啊。你这个衣服，它现在在这里面看是个蓝色的，你知道吗？看一下小米的这个逆光之王，其实我们拍过几次了这个逆光之王，但是我觉得从我拍过的手机里面的话，取景框我肯定还是会选 OPPO 的。我觉得华为这个仅次于 OPPO 吧，长焦原生焦段。但是朋友们，在整
整个拍照的过程中，华为的亮度都好高啊！现在是这个逆光的情况下，有没有看到中间的华为亮度真的是一骑绝尘吧？哇，明显很亮，明显亮多了吧？这个小米明显就很暗。对，确实，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华为，它这个衣服中间这一块啊，其实没有什么光泽了，包括它头发这一块，其实对比度是有点太高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试一下长焦了，然后我们也隔着江去拍一下我们的主席雕像，但是现在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我们还是给它拍一张吧，用长焦给它合一个影，好吧？就更长的焦段我们就不合影了啊。这3个里面我还是会选华为呢，它这个拍照体验太好了呀。我打到10倍的时候，荣耀这边它其实已经蹦出这个 AI 了。哎，我们给它打开吧 ，AI 超近长焦我们给它打开。华为这个取景框怎么说呢？我总感觉它有一个那种什么扫描线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在那种有层次的地方啊。它现在这个颜色也好奇怪啊，感觉有点褪色了的感觉啊。小米的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真实一点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还是有一点点的霾啊。直接到20倍拍那个雕塑，其实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那个雕塑底下还是有一些人的，取景框上有一些那种扫描的那种感觉的，你感觉到吗？你看到没有？好像在实时算那种对，在算的感觉啊，在这种阴影层次会比较明显的地方啊，反差比较大的地方。哎呦，于是我们一动起来就很明显。对，而且它现在这个20倍的取景框里面显得也不是很清楚了啊。小米的20倍还可以啊 ，AI 也自动开启了，底下跳出来一个小提示框了。30倍就拍主席雕像，荣耀这个30倍感觉防抖还是可以的。哦，华为这个其实就显得有点糊了，它那个扫描一样的那个感觉真的不太舒服啊。我觉得小米是3台里面最清楚的。最后我们再拍一张60倍吧，算了吧，华为这个我好难拿，60倍我拿到59.9吧，它没有做那个吸附啊。哎，小米到60倍它为什么这个 AI 就显示不开了？那不管啊，我们再随便拍一下这里的一些照片啊，就这边的楼啊什么的。然后这个自然的取景框里面显得一点都不自然了。华为的原色它还是识别出蓝天了，这个徕卡经典已经不是我印象中那种徕卡经典了，我觉得很不得味了。直接长焦原生焦段吧，裁切的就不拍了。3台手机其实都把那个楼搞得有点太蓝了呀。再拍个10倍吧，看一下这个建筑物的线条啊。我们又找了一个逆光，然后这边有一个国旗红色，然后这边又有一棵树，上面还有一些叶子。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场景下他们表现怎么样？这一组大家就看样张吧，反正取景框我一直都觉得华为会好一点啊。而且今天现在是16度，这个徕卡经典怎么拍出来像那种 BBC 滤镜啊？我真无语了。长焦原生焦段就只拍树了，再看一下逆光的情况下，这个叶子的颜色啊，包括那个树干，大家能不能看清它们的细节啊？这个小米的长焦感觉打过去的前大概5秒到10秒钟的时间，是会有一点那种轻微的位移的，就感觉你的手不论稳不稳它都会晃，很奇怪啊。最后再拍一个顺光的这个绿树啊，荣耀有点这种傻亮的感觉，华为取景器上显得比较蓝哦，反倒是小米这一下会显得舒服一些了，但它饱和度挺高的，直接1倍跟长焦原生焦段吧。这一组我看了一下成片，我感觉是小米的会比较的真实啊，因为有些叶子其实已经是黄色的了。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拍完照片、拍完视频了，现在小米还有45的电啊，现在下午的2点10分，我们已经使用了3小时37分钟手机了。哎，中间的华为呢只有36的电了，但它亮度高啊，它亮度好亮啊。确实，荣耀其实也挺亮的，它现在还有48的电。荣耀刚刚是完全没有华为亮的好吧？你就坐在这里，在这里瞎说是吧？刚刚是华为非常的亮。OK， 华为最亮，华为最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高德地图打车去往中午吃饭的地方。途中呢，我们会经过南坞隧道，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在隧道里的表现。我们掉个头就要进入到隧道了，现在手机的亮度现在也差不多。好，我们即将要进入到隧道了。我们现在隧道的右侧车道啊。好，都过来了。OK， 我们进入隧道了，全都在隧道地位中。目前来看，现在手机没有什么问题啊。好的，现在隧道里面是左边的小米亮度最高啊，它没有亮上，它没有降下去啊。其他2台这个亮度还是 OK 的，而且进度上也出现了一点差距了。我们现在到左侧车道来了。现在手机全都是在右边。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弧线呢。中间的华为是快了一点的，我们即将要进入到这个弧线行驶了。好，我们刚进入到这个弧线行驶，华为是快一点了。现在怎么又华为最亮了？华为快的有点多了，它马上就要进到岔路口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岔路口。哎呀，华为已经进去了，我们离岔路口还有一点距离的啊，看到没？哎呀，华为表现有点差呀，遥遥领先，这么领先的是吧？好，现在我马上要进入到岔路口了，华为都要出去了，我的妈呀！好，我们即将要进入到岔路口 ，OK， 刚进，在岔路口里了。哎，是小米会比较准一点的，小米是3台手机里面最准的，荣耀也是稍微快了一点。
那华为就已经在那个出口的位置等待了一段时间了，都不动了，这个华为。对。好，3台手机现在全都已经在这个位置了。小米跳了一下，哦，华为跳了一下，荣耀还可以吧？我们从隧道里出来了，3台手机现在还可以吧？我们导航了9分钟到目的地了。导航过程中呢，小米的表现是最好的，就是在隧道里面比较符合我们实时定位。华为就提前了太多了，尤其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岔路口的时候，它马上就要出隧道了。荣耀领先嘛？荣耀后半截表现还可以吧？荣耀就是微微领先。现在荣耀还有46的电，华为还有34，小米还有42。对焦对到你的脸了，帅吧？他们两个在轮流攻击你，怎么办？你要回家了？我走了。我们饭前照例打一把金铲铲啊，小米跟荣耀呢都还可以啊，都是120加超清加至臻的最高画质。华为最高是60加超清加极高啊，也非常棒了，是吧？有点恶心我呢。亮度的话是左边的小米是最亮的呀，其他2台华为要亮一点，荣耀现在最暗了。能不能赶紧适配好啊？华为行不行啊？那你能不能把亮度调上去啊？我快拉满了，只能这样了。我们不是说要去吃饭吗？先打一会儿再吃啊，不然待会儿菜上的很快啊，我们到时候要在那干等。主要是很馋，你知道吧？菜会凉，你知道吧？对。打了10几分钟这个金铲铲，我发现我这个华为怎么有点掉帧啊？就虽然说华为这个没有显示帧率的这个什么软件什么的，但是真的感觉很卡呀。就像比如金铲铲这个选英雄界面这个动画明显就是有掉帧的，动画确实卡卡的。我估计30帧或者45帧左右。包括我在下面拖动也感觉卡一点。对对对。然后我荣耀呢是稳稳的60帧啊，我这个左边有显示。稳稳的60帧 ，OK。那不是被它华为拖累的吗？本来我120也能。我小米也是稳稳的60帧呢。稳稳的60。那你这华为这我开高性能好吧？没招了，那我开下高性能模式吧。你开多少电啊？你就开高性能了？现在华为还有29的电呀。开完了高性能模式啊，我这个华为发现这个帧率确实没有刚才那么卡了，应该也就回到了50到60帧左右啊。那这个高性能模式还行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功能了。高性能模式稳个60帧这么高兴吗？这个芯片就不要为难它太多了吧。这把机器人我们打了37分钟啊。要上菜了是吧？你看到菜了？对啊，我的荣耀现在还有34的电，我的这个华为还有18的电呀。小米现在是30的电，现在是下午的3点24分，我们用了4小时32分钟手机了。菜等下上齐了，准备把手机交给大师拍下照吧。我们菜上齐了，准备拍美食了。荣耀、鲜明、华为、鲜艳。小米、徕卡、生动，依旧是1倍拍全部的菜，用他们的长焦来拍单个的菜吧。5倍呀？小米有2倍吧，好吧。华为这个颜色，哎呦，看着有点好吃感觉。小米的这个在取景器上就显得是最寡淡的。小米这个5倍其实也能拍，我也用5倍吧。小米的这个颜色还是显得会有点冷的，那种亮冷的感觉啊。真的每次切过来，它那个长焦都会晃个几秒钟啊。又中奖了是吧？就天天在这中奖，我们天天买残次品了。哎，荣耀用这个长焦来拍，我感觉还可以。华为这个就非常的有食欲，这张烤排骨，我觉得真实大家就不要太去在意了。就华为这个拍出来，我是真想吃啊。中间这个华为就是很有一种，就看着很爽啊。美拉德反应啊。你解释下美拉德反应是什么？快点。就是这个温度跟这个食物之间产生这个就是温度跟食物之间。美国一个拉德的人说的这个反应。也可以这么解释吧？好吧。你不觉得华为这个烤得很到位吗？哇，中间这个有达利园效应了，好吧。你不要扯这种东西，恶心死了！我真受不了。它虽然没有看着很亮，但是它的层次比较好。好，那我再试一下他们长焦微距啊。小米在这个位置大概就切了呀，25到30厘米的样子吧。华为的长焦微距应该就比较厉害了，还能进步，我的天啊！这么近吗？就是你每次都要一下，它的 Pro 机型每次都很近，我可以拍到那个葱头，我的天呐！好，荣耀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了，也是有一定的长焦微距啊，但是确实没有华为厉害。吃饭期间我们就看下这个 B 站的1080P 原画的直播呀。现在亮度的话是右边的那台荣耀会稍高一点点啊。这跟我保持一致啊，不准涂亮度。吃饭期间我们已经看完了30分钟的直播了，现在华为只有13的电了。荣耀还有27，小米还有23。现在下午的4点08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11分钟的手机了。主要是这个人还没有吃完啊，他猛炫。哎，什么意思？你不是减肥吗？放纵餐。你都天天在这儿放纵餐呢？酒足饭饱了，现在我们准备来步行轨迹记录一下。然后这个华为呢，它的百度地图还是没有适配的，所以我们就还是用高德地图步行轨迹记录啊。算一下这边的巷子吧，今天可能难度会稍微低一点啊。这家店的名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富贵鸡辣子坤火锅，这一路走过来，感觉这边什么都好吃啊，感觉比那种夜市的专业多了，看着非常香啊。你刚没吃饱啊？是吧？但是它感觉很好吃啊。
想当年在中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经常来霍霍这边吃东西啊。哪年啊？哪年啊？就前几年啊。 2077年是吧？这不行啊，开了24才这才3啊，现在都到多少了？都到10几了。我们高德地图步行轨迹记录了13分钟啊，现在来看一下起点。中间那个鸿蒙感觉不太一样，它怎么黑一点？对，它这个版本可能不太一样啊。对对对。然后这个起点的位置其实3台手机都有一点点问题啊。这个荣耀就是掉了个头，华为就是往左边走了一点。小米就是转了一圈啊，不知道干嘛啊。下面这条路我们是沿着道路下侧走的呀，是比较贴着这个建筑的，这个华为感觉不太对啊，它有点太靠外了。然后我们拐了个弯，又进入了一个巷子，这个华为穿楼穿的有点多，确实。然后小米呢也是穿了一点点，它太靠近上面了。荣耀这边呢稍微沾了一点点上面吧，后面还是不错的，后面还是 OK 的啊。感觉这个华为也不是很直，什么意思？就你有点弯嘛。就是你有点问题吧？对，确实。另外2台都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又拐进了一个巷子。哎，这个地方我就想说一下，因为我们是从上面走上去了，然后又下来了嘛。华为这里好像有点粘在一起了，大家看到了吗？这个位置，然后其他2台都是没问题的。对，这里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就一直直行啊。先沿着道路右侧走的。哎，这个华为已经，华为怎么交叉了？对，它跑到那边去了呀。对。它这个就不对了，感觉它这个步行的精度不是很准啊。然后我们走到上面那里有一个小圆盘，我们就绕了一个圈。 3个没有很大的区别吧？感觉中间的华为甚至还远一点。但是为什么你们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人在随大小便呢？就是什么意思呢？注意素质啊，我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吗？你怎么看不出来啊？然后我们又拐进了一个巷子，然后从走了一个回头路啊。华为这里完全就交叉在一起了，大家看到了吗？其他2个就还行吧。 我觉得应该是荣耀最好，我们是当时确实斜着走过来了。这个小米怎么有一个尖尖的，有点奇怪这个形状。这是一个武器。对对对。不要再聊了，这个视频发不出去了。好，我们再往下走。你看，华为就是在这个地方会交叉嘛，就有点没办法了。这就很明显的，它还差一点了。终点这个位置，应该是在一个楼附近啊。终点3个手机都还挺准的。那其实就是荣耀跟小米差不太多了，然后华为会要差一点。对，感觉它的精度不是很高啊。我们现在用支付宝扫一下共享单车的2维码啊。感觉华为好像进去会稍微慢一点点啊。现在我们用支付宝扫一下这个奶茶店外面的2维码，有点大。还是华为快的，但感觉中间这个加载有点慢啊。就是华为是稍微慢一点。而且荣耀亮度真的好高啊。是的，爆杀这2台啊。现在我们到这个奶茶店里面了，我们用微信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啊。华为还是调的原相机拍，是720P3是真的。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发送一下，3台手机都是5G 或者5A 的网络啊。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自动亮度了啊。好，3、2、1，走。华为跟荣耀没有导出，现在换的小米还是导出了。哎呀，荣耀发的也挺快的，但荣耀它文件会小一些。好，荣耀已经发完了。我的小米怎么还没导完？啊，华为也发完了。小米开始发了，小米发起来挺快的，发的很乱。但实际上华为的这个文件是要大蛮多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它速度会比较快的。我们现在准备来下载一个370多兆的软件啊，然后我们刚刚又开关了一下自动亮度，这个华为的亮度还是很暗啊。就是很低的，没办法了。荣耀好亮哦。来吧，3、2、1，点。只有左边的小米是1兆多，另外2台都是几百 K。右边的荣耀刚刚短暂的飙了1秒的1兆，然后又灰质了。感觉这3台手机就没有谁抢谁的。我这个华为好像被吸干了呀，那我就跟最好的这个换下位置吧，跟小米来换下位置，好吧？你真闹麻了，小米怎么会吸华为的流量啊？我们小米流量明明最高。来，我看看啊，有没有被吸干啊？你华为不还是200多 K 吗？211，你要考研是吧？现在华为跟小米加起来的电跟荣耀差不多啊。速度没有明显区别，小米还是可以到1兆多点，其他2台就是个几百 K 哦。等一下，下载失败啊！荣耀，它为什么自己暂停了？刚刚显示数字网络已暂停下载，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再继续下载吧。可能觉得这里网太差了，给它重开一下吧。不是，它为什么会自动暂停啊？什么意思啊？我感觉想让华为了，就华为下的比较慢，这荣耀感觉胆子有点小，不敢超华为，你知道吗？所以自动暂停了，检测到有华为的旁边。那它现在还是比较多啊。那因为我们手动干预了嘛。已经经过了7分钟的下载了啊，3个手机都不是很快，但是小米就要下完了。荣耀下了38%，华为下了31%，我无语了。这么一对比，小米还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也换了位置呀。好了，小米已经下完了，其他2台不等了吧？荣耀40%，华为33%。哎呦我的妈呀！
而且小米下完之后，这2台手机的速度也没有变快啊。测完信号了，这里就剩王者没打了。现在是下午的5点08分，我们用了5小时53分使用手机啊，这里没有算屏幕使用时间。我的小米现在还有16%，华为还有4%。哎，我正好他们俩加起来20%，所以荣耀等于小米加华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打王者荣耀10v10啊，我们还没打过10v10呢，不知道这个 Mate 80 Pro 还能不能撑住啊？我觉得不行。我们王者荣耀10v10呢用的还是120帧加自定义最高的画质啊，然后我们开启自动亮度之后，发现荣耀的亮度是遥遥领先啊，现在他们已经跟我保持一致了。刚刚闪现帮我儿子挡了一个诸葛亮的大招啊！你儿子是谁啊？谁啊？是你们谁啊？帮他爹挡的。啊，是你是吧？我这个华为现在打了6分钟的游戏啊，结果它提示我说30秒之后进入应急模式了。OK，目前还是可以玩的，一会儿应急模式之后我们再说。有什么问题没有吗？目前帧率跟网络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爽。现在我这个 Mate 80 Pro 进入了这个应急模式啊，然后我想退出呢，他说是只能是应急模式退出并关机啊。啊，那很多都是这样吗？那就应该是玩不了游戏了吧？我看能不能添加一个呀？哦，是可以添加的。那就继续打吧。啊，继续打，继续打。6小时3分钟，那给它加上桌面时间，也就是6小时13分钟呗。它又进来了啊，进入应急模式了。应急模式里面添加了王者荣耀啊，我这个王者现在只有60帧了。啊，很正常嘛，应急嘛。第一把王者荣耀10v10我们打完了，打了13分多钟。我的这个荣耀呢帧率没有任何问题，网络呢它一直显示的绿色在50-60左右，但是我玩起来就是感觉它网不太好，就是它很不跟手，感觉卡卡的，感觉这个网其实应该是很一般的。我这个华为没想到还能撑完第一把呀，这个帧率跟网络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不知道第2把能打多久呢？还没问题呢，极限续航模式你都60帧了。我这小米可能是电不多的原因，打团的时候偶尔会到80帧，然后一下就回来了，网络完全没有问题。你调帧呗。对啊，那它既然还有电，我们再来一把吧。高手怎么又赢了？高手，本来这波4节反杀，然后鲁班让他们基地甩了个炮把我打死了。你怎么也开始隐藏了？我也死了。只有牛逼的人才配活着。哎，你还有电呢？对啊，我也很奇怪，都玩尽兴了，这第2把都不知道能打多久，感觉第2把应该能打完吧？我猜啊，第2把能打完啊？刚刚把这个华为开了高性能模式啊，我看能不能回到120，结果是没有啊。然后这个极限续航模式不要折腾了，好不好 OK， 那就还是以这个均衡模式来打吧。刚刚进到终局之战，我这个华为的80 Pro 黑屏了，终于打完了，天哪，好小子，很能藏啊。6小时27分钟用了，我的小米还有4%的电，这要算上13分钟桌面使用时间，6小时40分钟。这个续航出乎我意料，好吧？下班了，爽。荣耀还有9%。第2把王者荣耀10v10我们也打完了，我的荣耀呢情况跟第1把一样，也是感觉有点不太跟手，但是我很 C 啊。第2把游戏好很多了，我感觉进入到大混战的时候，小米就没什么卡顿啊，是打完了差不多有16分钟。那我为什么就出来了呢？里面现在有点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把5v5的王者还没有打呀。我们直接打10v10吧。忘记了什么东西啊？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然后第2把打的过程中呢，那个 Mate 80 Pro 呢就歇逼了，已经是把我遗忘了呀。下班早就是爽啊，这个。那我们就再打一把10v10吧，感觉5v5负载太低了。我的小米现在只有3%的电了。我荣耀还有8%的电啊，真值给这个小米打趴下，7500闹麻了，废物。我小米怎么在黄啊？怎么延迟？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刚黄了吗？刚刚红黄了10秒钟，现在还是黄的。哦，它现在又黄了。哎呦，红了，黄。哎，为什么到外面来这信号就变差了呀？是因为没电了吗？是要没电了吗？你还多少电啊？怎么还在杀我这个人？我现在还有1%的电。那可能是因为电太少了。那有可能是因为快没电了。这根本玩不了啊！这延迟都100左右。就一直在卡呀。你看，只要有人，它就绿不了。确实啊，一直搁这红呢。你这个最后1%为什么网络这么差呢？我们都已经到外面来了。我记得他之前1%可以打38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呀。我刚刚把小米的性能模式打开了，哦，它的延时还是那么着，我还是关掉了。它均衡模式帧数也稳不住，也在100几帧上下。第3把王者荣耀10v10打了12分多钟啊，就被对面推掉了。然后2台手机现在都还没有关机啊，我的荣耀还有5%。小米是1%啊，现在用了6小时42分钟了。 6小时42了 ，OK。那最后剩的一点点，我们就打金铲战吧。今天那个被华为拖累了，我们只能打60帧加超金的金铲战。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打120加超金加至臻的金铲战，直接拉满。1%的电了，就让它尽快嘛。毕竟它最后1%能打38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鬼知道这个小米囤了多少电在最后1%里面啊。所以我们就看能不能给它榨干吧。我看了一下，我这小米最高就110帧上下。 主要是显示120帧啊，这个但是小米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电量太少了吧，对，它可能就是没电了。现在玩6.08分啊，我的荣耀显示要进入超级省电模式，它就2%的电了。
OK，我取消还得是我小米取消笑到最后，谁又能用到你这个1%啊？你这有什么用啊？比你强就完事儿了。我小米怎么要专机了？哎把灯怎么喊亮了？ 30秒专机了很奇怪吗，6小时50分钟，我再加点15屏幕分钟的桌面吧。 ？7小时5分钟吧， 7小时05分钟，还可以吧？感觉跟之前没多大区别。没什么区别。OK，已经没有电了。荣耀还有1%的电。因为过了一会儿，我的荣耀显示在60秒后会关机啊，那我就是荣耀会比小米多2分钟，2到3分钟吧，就是7小时8分钟啊，反正就赢了。但是我荣耀今天亮度比小米高很多，而且我的电池比它还小300毫安时。确实。那么待会儿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稍后见。好的，朋友们，到我们这个总结时间了呀。我这个 Mate 80 Pro 的表现呢是6小时40分钟啊，这个成绩我还是挺满意的呀。就是毕竟是5000，等一下，满意在哪儿？它后面1%，你打60帧的王者。毕竟5750的电池啊，而且这个芯片我其实对它这个预期没有好多少，但是其实有点超乎我的预料了。是我逼你用5750了。哎呀，你5750厚度感觉比我的荣耀还厚啊！我7000多电池啊！你这电池技术能不能找荣耀学一些呗？虽然我的小米17 Pro Max 是7500的电池，但是它是第2的专机了，用了7小时5分钟，最后一点电打了120帧加至帧的金铲铲，所以没有再续那1% 38分钟微信视频通话的时长了。你为什么要特意换这么一个背屏壁纸呢？怎么了？挺好看的呀。就只知道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我这个荣耀7200电池今天比小米17 Pro Max 多了整整120秒，我是7小时7分钟的续航，爆杀啊！今天完胜，夯爆了！荣耀 Magic 8 Pro 120秒就夯爆了，那你平时呢？比你多120秒，不是只有120秒。好。而且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测这个荣耀 Magic 8 Pro 呢，它其实在那3台就是 OV 荣3台的 Pro 里面，它是第2个关机的，它只是比 vivo 好，然后比 OPPO 是差了一大截的。OPPO 它那个可能系统也比较省电吧，而且它电池也大。它不是7500吗？它不是7500的电池吗？就是这背屏这我们拖后腿了，好吧？这个背屏到底要耗多少电？我们用都没用的。那我不听了。闹麻了呀！其实我感觉小米17 Pro Max 这个续航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跟我感觉没有拉开很明显差距。虽然说后面它这个金铲铲和王者的负载要高一些啊，但是还是有点水了，好吧？那我这个华为的80 Pro 呢，今天表现稍微好了几点，主要是在早上的微信视频上传啊，没有导出，然后直接就发送成功了，并且呢，它的文件也是3台手机里面最大的，那确实应该表扬一下呀。还有呢，就是它今天整体的亮度表现介于荣耀这个最亮和小米这个不亮的中间呀，我觉得这个调度也是比较人性化的。我得补充一下，它在拍照的时候非常亮啊。对，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呀。所以说，因为亮度很亮啊，所以拍照浪费了很多电，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再一个呢，就是在厕所里面这个信号测试，我觉得也是非常过关的呀。就小米就是呸。啊，这个华为厉害啊！我就爱华为，哎，就最爱你了。华为是当时联通唯一一个能打出电话的，对，另外2个手机都打了2次甚至3次才打出去。就万一你到深山老林里，对吧？10年了，那只有华为能救你又深山老林了，你去过吗？你真是。好，接下来开始说一下这个不好的地方啊。它今天这个步行的这个轨迹啊，包括整体这个导航方面，其实都是比较弱一些的。无论是这个步行轨迹。又穿楼，然后呢，还各种就是很奇怪的凸点呀。在这个车载导航的时候啊，明显是有抢跑的行为啊，实时位置是不准确的。还有在饮品店的时候，它这个扫码是比较慢的呀，反应很慢，感觉就是系统没有优化好啊。今天这个 Mate 80 Pro 的性能表现呢，是比上代有好一些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就像今天的新铲铲那块，30帧啊，虽然看不到帧率，但是明显感觉到它在那个加载动画的时候，包括弹窗的时候，真的很掉帧，很卡。然后开了性能模式之后倒是回去了，不过就该有的表现啊，你掉帧也不合适，好吧？但是它今天王者不是已经可以开到最高了吗？王者这个120，它再稳不了的话，说不过去了。这个价格慢慢适配嘛，我们现在终于王者适配了120帧加最高画质，对吧？这个金铲铲在慢慢适配嘛，慢慢来，好吧？任重而道远，再等几年，一定。再等几年啊？再等一会儿。我的小米17 Pro Max 感觉和之前的表现没有多大区别啊。你真的恶意太重了。我真受不了你了，你这是在干嘛呢？你从哪儿找的？它今天在这3台里表现最好的地方就是导航相专，无论是步行导航还是车载导航，位置都非常准确。尤其是步行导航，它规划路线速度非常及时，实时位置也比他们准确非常多。步行轨迹呢就会比 Mate 8 Pro 稍微差一点点，但是也挺好的水平了。除此之外呢，今天就没有什么表现非常好的地方了。它今天让我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亮度，就是它可能一朝着天就会亮度
抬得特别快，但是你一朝到暗的地方，它一下就降下去了，感觉这个策略还是稍微有点问题吧。再就是在信号非常差的厕所里面，信号不怎么样，打电话那联通打了2、3次才打得出去。这已经是我们第3次测它了，就感觉表现跟前几次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还行吧，感觉也没有什么重优化，也没有什么负优化，性能也就那样。续航也就那样啊，就非常的中规中矩吧，就这么个亮度啊。主要就是这个背屏主打了一个差异化，好吧？好的。哎，那你要想省心呢，过日子的话，就选咱们荣耀 Magic 8 Pro 啊，选择你就行了是吧？对，今天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亮度啊，就甩另外2台手机一大截啊。除了拍照的时候。拍照其实一开始会亮度比较低，但是后面拍着亮度也起来了。虽然比那个华为要低一点，但是还是会比小米要亮很多的。它今天这个自动亮度是非常非常积极的，这一点我很满意。而且在亮度最高的情况下，以7200的电池还战胜了这个7500的垃圾小米17 Pro Max，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歌可泣的啊。至于表现呢，它其实也没有很多好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处在中游啊，中规中矩，也没有什么特别差的地方吧。可能有一点不爽的就是在那个书艺烧烟草打王者的时候，虽然它显示网络一直是绿色，但其实很不跟手，玩的有点不爽啊。还有就是在那个信号比较差的茶百道啊，3台手机下载软件的速度都不是很快啊，尤其是华为以及荣耀啊，这小米反而那个地方还挺快的。对，我们还给它换了位置了。对，也没什么卵用啊。但是在白天信号比较好的时候呢，3台手机的速度就差不多了，感觉这3台手机的强网能力可能都差不多吧。这个荣耀比较差的就是它的那个步行导航啊，它实时位置不是很准，并且规划道路呢也不是非常的积极，并且还出现了虚空行走的问题。但是它的轨迹之路跟车载导航呢就处在中游的水平。其实你们这2台手机我们也测过不止1次了，对，所以就感觉他们其实跟之前的表现没有很大的区别啊。经过这种系统更新，就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去期待那个所谓的系统版本更新吧。至于拍照部分，我们就交给大师来总结吧。小米呢，就还是那个小米超广角拉，然后呢，那个取景框呢就显得稍微有点艳丽啊，就跟之前的表现没有很大的区别吧。而且它的焦段我不是很喜欢嘛，我觉得荣耀这一次跟上一次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之前是测了荣耀500跟500 Pro 嘛，我一直觉得他们好像是回到了所谓的之前的荣耀。但实际上呢，经过的系统更新之后，这个 Magic 8 Pro 我感觉它今天的拍照好像也回去了。那个我感觉审美比较高级的那个版本不复存在了啊。它今天的这个无论是自然还是鲜艳，我觉得它非常的奇怪，就那个颜色很怪异。至于华为呢，它今天取景框其实是整个的表现是最好的，并且它亮度很高，体验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长焦微距就非常的猛，它会让你觉得看着很自然，但实际上跟真实呢又有点区别，尤其是它取景框看着就是感觉对比度非常的高啊。比如说像他今天这个头发是黑的，衣服是黑的，它整个就没有层次了，在大太阳下照，在取景框里面看也就是黑成一片的。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啊。在这3台里面呢，确实是还不错的。微信视频通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华为它那个对比度显得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一次华为整体的拍照体验还是比之前好太多了啊。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取景框也没有掉帧，然后屏幕也很亮，色彩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然的。只是我觉得比 OPPO 还是会有一点差距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拿这3台手机去拍一些夜景啊，大家不要忘记看了。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好的，我们来拍夜景了。我们先录像啊，还是那2个帅哥啊，就在那边很远了啊。 3台手机都可以4K 60帧。我们先看一下小米。好，切到超广角，哎呦，一下子就暗了好多。好，然后我来拖，好1倍 ，OK， 1倍就瞬间亮了。然后再到5倍，哎，5倍也切了。好，我现在拉到最远15倍啊，对着我们帅哥，还是有点糊的。好，我们回到1倍。好，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的华为。好，超广角，哎，它超广角12毫米，哎，还可以啊。好，我们拖，哎，它为什么录像就是12毫米啊？我白天看不是13毫米吗？好，再拖到长焦，哎，长焦也切了。哎，它那个整个的亮度保持的还可以哦。好，它最多是20倍，我们来看一下。OK， 20倍啊，20倍倒是有点糊了，而且感觉也挺抖的了。OK， 我们回到1倍，最后是荣耀哦，它缩到超广角也会暗一点啊。来，我现在拖1倍，瞬间变亮变清晰。好，再到3.7倍啊，也是切了的，亮度也没有很大的损失啊。最后再看一下15倍。
OK， 这就是它15倍的效果，我觉得好像是比小米的要稍微清楚一点啊。我现在切回到他们的1倍啊，向他们走过去，慢慢的走。哦，这个效果感觉华为的还是会稍微差一点，但是颜色它还挺准的，这里确实是比较接近华为这里的颜色，其他2台确实挺亮的。然后1倍的话，感觉小米这边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哦，华为是最清楚的。荣耀这边感觉就是最糊的了，它这个人脸上的细节都没有了呀，而且华为的颜色确实好准啊。哎，这个夜景录像有点东西啊。好的，我们又到这个炫光神树下来看一下他们主摄炫光啊。来，我开始动，好像华为比较明显一点啊。到这个角度的话就都会有一点，但是感觉华为是最明显的。但其实它就算是最明显也可以接受吧，比较细一条啊，而且感觉华为的这个取景器细节是最多的，是最清楚的。那我们接下来在这边拍点照片啊，华为用的是原色，荣耀用的是自然，小米用的是徕卡经典。小米跟荣耀这2个模式我们都是之前没有拍过夜景的。在这里呢，我们就用他们的3个光学焦段了，再用一下10倍啊。我白天确实也没有记错啊，这个1倍呢是24，然后切到广角它会显示13毫米，但刚刚录像它显示是12毫米啊。现在这个超广角取景框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荣耀这个最接近啊，因为这个下面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个红色的，但是华为这个底下就显得是黄中带红啊，荣耀这边确实是红色的，小米这边也是红色，但它很糊，被抬走了。好 ，OK。